这个龙嘛是吧？龙嘴，这个龙嘴嘛。湖北武当山下发现神秘骸骨，竟然和传说中的龙头如出一辙。巨大的龙头为何会出现在武当山下？看似平静的水面下，实则暗潮汹涌。在水池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？那不是龙首吧？是不是龙首？本期视频就和阿金一起走进武当山遗址之谜。视频开始之前，欢迎大家长按点赞并关注支持。偷偷告诉大家，长按点赞会触发特效惊喜。湖北武当山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瑰宝，在民间一直有着北建故宫，南修武当的说法，而五龙宫则是武当山古建筑群中的九宫八关之一，在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方面首屈一指。为此，五龙宫遗址一直都是考古界保护和发掘的目标。在前期的勘探过程中，考古人员发现五龙宫遗址分布错综复杂，再加上年代久远，一直未能确定发掘目标。此次考古人员决定在五龙宫日月二池中作为重点进行发掘。这片看似平静的水面下，究竟会为我们隐藏多少信息？2021年6月，考古工作照常进行。考古人员首先对这片淤泥进行清理。突然，池中的一棵倾倒的大树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。很显然，它不是池子中本该出现的东西。在乾隆年间发生过洪水，这棵大树很有可能是从山上冲下来的。此时，在日池中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。一个黑色的大物件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，但是它的造型却是有些奇怪。众人以为这是一个单纯的陶器，但随着这件黑色物品逐渐被清理了出来，一个长着眼睛的神秘动物逐渐露出了真容。一位考古人员通过显露出来的部分，立刻认出这是螭吻。螭吻是传说中龙的9子之一，因为有避祸安康的寓意，所以大部分都在房屋上使用。考古人员推测，这很可能是被洪水冲到池子里。既然有螭吻的存在，那么池塘内或许还有其他文物的存在。想到这里，考古人员不由得加快了清理的速度。果然，好运是时常相伴，没多久，果然有了新的发现。但是，为何这件器物的出现却让专家们有些困惑了呢？当对这件物品清理干净后，众人对眼前这件器物是做什么用的都不知道。器物呢，是有一个木柄，然后前面是穿的是铁链，这块是铁链的一个类似于我们那个双节棍的一半。有考古人员猜测，这会不会是某个道士所使用的武器呢？虽然不知道它是什么用处，但是多件器物的出土令考古人员信心倍增。经过接连几天的考古发掘，除了一些淤泥之外，并没有其他有价值的发现。这就是考古现场的气氛逐渐的焦急了起来。就在众人心灰意冷的时候，旁边的池子里突然有新的发现，看似人形的物件出现在水池淤泥中。这是个龙嘛是吧？龙嘴，这个龙嘴嘛。动物的骸骨为何会出现在池塘淤泥之下？山洪垮塌以后形成了一个，可能把动物冲下来了。巨大的动物头骨，造型神似传说中的龙头。你的这个是什么动物？我们现在还说不清楚，这个可能回去后还是要等到动物学的专家来最后来进行验。淤泥之下究竟还藏着几条龙？应该有4条龙。日月池之下居然有通往神仙洞府的通道。经过长时间的清理发掘，一件看似人形的物件出现在了淤泥之中。这是什么？会是道教的神像吗？经过众人对物件的清理后，为何让大家激动不已？龙嘴、龙须、龙爪都雕刻得栩栩如生。这件物品在文献中并没有过记载。那么，这件突然出现的龙代表着什么？又为什么会出现在池底？就在大家对龙头雕像兴奋不已的时候，文物仿佛商量好了一般，一件又一件的接踵而来。在旁边的池子中，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长条形的物品，经过清理发现，竟然是动物的骸骨。但是，动物的骸骨为何会出现在水池底下？
这些发现是否是当初正在进行某种神秘的道教仪式？淤泥下面是否还有其他未知的生物等待着考古人员的发掘？经过考古人员的分析，这些动物的骸骨之所以会出现在水池之中，很可能是山洪爆发的时候冲下来的，导致这些动物死在了水池之中。在现场，一位考古人员正在进行绘图工作，这个工作的目的是为以后的研究以及资料的出版打下基础。在考古专家的笔下，一条栩栩如生的龙跃然出现在了纸上。考古现场对水池淤泥的清理工作还在有条不紊地进行。随着淤泥逐渐被清除，考古人员又在池底下发现了一条龙。另一边，考古人员又有了新的发现，他们发现了什么？应该有4条龙，4条龙，4条龙。接连出现的龙形浮雕让考古人员坚信之前的猜想，并且还认为在池中应该会有5条龙。其实，在池底发现龙形浮雕也并不是奇怪的事情。这个水池在南宋年间就被道士们认为是通往神仙洞府的地方。更有文献记载，在南宋时期，一队归附宋朝的士兵在水池边洗剑甲的时候，突然天空开始电闪雷鸣，与此同时还出现了龙的存在，这就让他们惊恐万分。这样的记载给日月池披上了神秘的面纱。随后的工作中，水池的发掘又有了新的发现，一个类似刀的物品被清理了出来。这是什么？会是武器吗？经过一番清理后，众人发现这是一个单刃铁枪。在古代，铁枪一般都是尖头2面开刃的，单面开刃的却比较少见。这件兵器的出土似乎印证了被传得非常神乎的洗兵器传说。或许当时士兵们所看到的龙就是这些龙形浮雕。与此同时，考古人员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动物头骨，造型和传说中的龙头极为相似。难道在古代，龙真的存在？哎，这是个龙嘛，是吧？龙嘴，这个龙嘴嘛。应该是个龙嘎子。看似人形的物件出现在水池淤泥中，巨大的动物头骨，造型神似传说中的龙头。你的这个是什么动物，我们现在还说不清楚，这个可能回去后还是要等到动物学的专家来最后来进行验。西方神话中的3头蛇为何会出现在中国道教的五龙宫内？蛇哈，盘着的，是不是那个？不像是盘着的形式。淤泥之下究竟还存在哪些未知的秘密？自古以来，龙一直都是带着神秘和威严的色彩。虽然到现在为止，龙依然是神话中的存在，但是眼前这副龙的头骨又如何解释呢？难道五龙宫真的有不同寻常之处？经过专家的研究分析，这并不是龙，而是食草动物马或者骡子的头骨。在现场，众人都期待着龙形浮雕的再次出现，不过往往总是事与愿违。虽然没有发现龙形浮雕，但也有意外的发现。在池底发现了一个高台，并且在高台上，考古人员发现这上面不仅雕刻着龙，似乎还有龟的形象。在我国的神话传说中，4大灵兽中，北方玄武的形象便是龟蛇的结合，后来演化成了道教真武大帝，而武当山正是道教中真武大帝的道场。如果真的是玄武，那么乌龟的旁边应该还有蛇，但是把周围都清理完后，并没有发现蛇的迹象。这样一来，乌龟造型出现在这里似乎有点不合理。唯一可以解释的是，在淤泥之下还有未被发现的东西。最后，在考古人员不懈的努力下，终于找到了蛇的形象。但是令众人疑惑的是，眼前出土的蛇形雕刻并不是我国古代常见的形象，更像是西方神话中的3头蛇。为何中国道教的五龙宫中会有3头蛇的出现？就在众人还没有缓过神的时候，天空骤降暴雨，这就让考古工作被迫暂停，同时也令众人对五龙宫产生了敬畏之心。由于下了1夜的雨，
众人不得不再次对水池中的水进行抽取。水抽取干净后，对三头蛇的发掘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。考古人员惊奇地发现，这并不是三头蛇的造型，而是蛇身蜿蜒在淤泥中造成的视觉差。当蛇被清理干净后，发现蛇身惟妙惟肖，蜿蜒绵长，展现了中国古代工匠们精湛的技艺。这条蛇就像一个忠诚的护卫，保护着忠心的宝藏。那么，在水池中间是否真的存在着惊人的东西？随着对淤泥的清理，池子底部的岩石上5条龙显现了出来，也印证了考古人员的猜测。此时，考古人员在5条龙的中间发现了一个圆形雕刻，并且更加令人惊奇的是，在圆形之中还有一个玉兔捣药的形象。还没等众人思考时，又一个圆形纹饰显露出了真容。经过对池底进行冲刷，3个旋转状弧线浮雕显现了出来。经过辨认，确定这应该是3处火焰的造型，通常代表着太阳。那么，古人为何要在池底雕刻出如此复杂的纹饰呢？翻阅史料后，并结合现场发掘的情况推测，日月池应该是法事活动的一个场所，而浮雕则是进行法事的道具。历经5个月，五龙宫遗址的发掘也结束。对五龙宫的发掘，不仅仅是对淤泥之下的文物进行发掘，而是探索并发现武当山所蕴含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意义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或者弹幕中积极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